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你有信心。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好的，陈老。我这个人啊，最不喜欢强迫别人，尤其是我欣赏的年轻人。对了，你们最新放出来的那些信息是你们自己编造的吧？是。欲擒故纵啊！不过这是一个破局的好手段，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了。我猜，这是于鹏岳的主意吧？这小子，我早就觉得他不一般了，也只有他能想出这种办法。这一下，想害你们的人，可要为你们做嫁衣了。嗨，你瞧我，人老了就是憋不住话。行了，不说了，你去忙你的啊。记着，我等你电话。谢陈老。陈老，您当着李腾飞的面夸奖于鹏岳，您就不担心他这面子上过不去啊？我是个没有分寸的人吗？我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哼，这是于鹏岳的主意吧？我早就觉得他不一般了，也只有他能想出这种办法。这一下，想害你们的人，可要为你们做嫁衣了。这个世界上需要风。周总，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这下可好了，求您出马，我们算是熬到头了。你去哪儿了？哪儿都找不到你，打你电话也关机。我手机没电了，充电器。行了，先别说这些了，过来来。哎，周总，你总算回来了，快！咱们的网站被黑客攻击瘫痪了，赶紧想办法恢复。怎么会这样？具体情况他们告诉你，只要你这边一上线，我那边立刻全面反攻。好。我说什么来着？都是谣言吧？你瞅瞅，给你吓的，哥，网出事儿了。那当初可是我把他们从水泥管子里救出来的，我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后生啊，不是那种人。那你之前还说线不上了，安全第一。哎呀，学会顶嘴了是吧？你给我等着下班了啊！干嘛呀你？哎，蔬菜你也抢，你是不是有毒啊？你这人！我说大鱼，你可真不够意思啊！趁我跟高飞富出差这个功夫，你搞这么大阵仗，你不等我回来一块玩？杨新伟，做个人行吗？你以为我们闹着玩呢？我差点把命搭上我。是啊，杨总，你可不知道当时都把我们急成什么样。那多亏是于总，临危不乱，急中生智，运筹帷幄，这才有了后来反败为胜，是力挽狂澜。对，行了，你就别拍马屁了啊！我这怎么能是拍马屁呢？我这都是真心话。就是，咱们北漂房客网这次能化解危机，啊，在知名度上更上一层楼，这最大的功臣非于总莫属啊！来，咱们敬于总一杯。来，于总。行，那我就谢谢各位啊。要我说啊，咱们应该感谢的是我身边这位美男子周岩。如果没有他的话，咱们有再大的本事根本使不出来。对，咱第二杯酒应该敬周总，是他力挽狂澜，化解了黑客对服务器的攻击，配合了于总的战略，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没错，来，咱们敬周总一杯。谢谢周岩辛苦，谢辛苦，你们辛苦了。来，谢谢杨澜。干了啊！干了，干了啊，必须干了啊！哎呀，好。这第三杯酒，我提议啊，咱们敬一下一骑退敌的女诸葛王总，王大律师。没错。
不好意思啊，去下卫生间。哎，来，女诸葛，来，咱喝一个。来，谢谢大家，大家都辛苦啊。怎么了，老大？不开心啊？啊？一个人跑出来？里边太闷了，出来透透气儿。再说我有什么不开心的？现在公司都过了难关，又借机宣传了一波，挺好的，正合你的意。你这是什么话呀？最近说话阴阳怪气儿，你怎么了？啊？因为公司那点事儿？不至于吧？哎呀，我承认，老大，咱们之前因为意见不合吵过几次，但仅局限于工作，绝对没有想伤害兄弟感情的意思。你永远是我的老大，我敬你。别闹啊！现在你才是所有人的老大。行，如果你愿意，我把董事长的位置腾出来，你来做这个名副其实的老大。怎么着？你的意思是我名不副实呗？我不是那个意思。行，不说这个。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对北漂房客网未来的发展怎么看？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的网站已经不是之前那种默默无闻的小网站了，有很多专业人士和风投公司一直盯着我们，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不断有人问我关于融资、股权交换，甚至收购的事儿，所以想问问你的意见。其实之前我确实考虑过把公司股份拿出来一部分做融资用，不过现在想想，大可不必。说真的，咱们做公司又不是为了圈钱，对吧？与其让资本牵着咱们的鼻子走，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一个脚印，把未来掌控在咱们自己的手里？我不这么认为啊。虽然目前来说公司的发展趋势很好，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一直很头疼的竞争壁垒和资本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公司即将面临的危险，并且做好重新的布局和发展战略。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资本行业，我们所从事的领域正在变成一块大肥肉。我知道啊，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的把这块肥肉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将来不得不卖的时候，也能多卖点，是吧？你认真的？我当然开玩笑的了，老大，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对不对？不想让公司走弯路。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这种保守的发展，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已经过时了。真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瞬息万变，你要比别人更快，更能适应外界的变化。变则活，不变则死。所以你打算继续用你的小聪明来引领网站的未来？这怎么能是小聪明呢？我这可是大智慧，大智慧。也许一次两次真的可以成功，但是从长远来说，并不是每一次幸运女神都可以站到你身边。行，幸运女神站你那儿，正运女神站我这儿，行了吧？老大，公司庆功宴呢，咱们两个主角不在，你让别人怎么想？快啊！我敬你，我敬你。啊！哎，都停一下，停一下啊！于总有话说。各位，通过这段时间大家的共同努力，咱们北漂房客网的发展速度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截止到目前，咱们网站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00万，日活跃用户数首次超过50万。哎，大家安静一下，
于总，今天成绩这么好，这奖金是不是应该多发一点啊？对，是的，多发点。哎，行了，别起哄了啊，别起哄了。今儿下午开会，于总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希望大家呀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要大家努力工作，公司是绝不会亏待大家的。咱们公司以后的总部啊，一定要建在最好的黄金地段，雇德国的设计师，建咱们就建最好的写字楼。电梯直接给我进入管理层办公室，最小的一间少说也得100来平吧。什么光纤呀、WiFi、卫星啊，能接的全都给我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楼底下也有游泳池，前台必须给我站一个大洋妞，金发碧眼、大波浪的那一种啊。只要进来一个客人啊，甭管认识不认识，都得给我露个笑脸，打个招呼，问一句：“吃了吗您？”一口地道的老北方腔，倍儿有面子。再建一个员工中心，跟美国的谷歌总部一样，一年光运营成本少说也得几百万美金吧。哎呦，再建一个员工食堂，哎，什么都有啊，光主食就有20多种。做饭的厨子不是米其林3星级特级，就是做过国宴的金牌特级。您要是一个1级厨师啊，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我就问你，这样的企业1年的营业额能达到多少？杨总，那少说也得几百万美金吧？多少钱？几百万都没上亿吗？要我说，4亿美金起步。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吗？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就是在你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之前，这个行业的钱已经都揣你兜里了。所以说，我们做北漂房客网的口号是什么？干自己的事儿，挣别人的钱。齐赛。哟，期间上市的各位股东们都在这儿了啊！别品，就等你呢，赶紧坐，开会了。开会。好，那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在座都是兄弟，我就不废话了。上个财年咱们公司盈利了将近300万，其中2成呢是靠做网站、做升级这些传统业务，剩下的全部都是靠北漂房客网贡献的。虽然300万对咱们来说呢并不算多，但是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讲，已经相当厉害了，总比那些一直靠烧钱来维持的项目要好。那么下面问题来了，这300万，咱们打算怎么办啊？那还用说吗？分了。分了？分多少？不是，当然是全分了。在座的各位，除了日常开销，谁拿着过钱了？没有吧？都没有吧？进来的大学生都开车上学了，我这现在还挤地铁呢。我呢，不建议现在就前期分红。不是老大，公司呢还在发展期，资金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场推广这块儿，我们一直人力和物力跟不上，没有好好搞一搞，跟其他公司相比呢，的确差很多。所以我建议不要竭泽而渔，而是先把钱用在该花的地方。想什么呢？说说。我没意见。周爷，你干嘛呀？怎么老没意见呀？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那我说说我的想法。我赞同老大的意见，暂时不主张分红。不过我对杨新伟的部分看法也表示同意。哎，那你到底什么意见呀？我觉得用这些钱买车。买车？没错，买车奖励那些公司的创始人和对公司有重大贡献的员工们。哎，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你说的车是汽车吗？啊，就是汽车呀。人才是维持公司发展的基础，用小汽车去奖励这些优秀的人才，有问题吗？没问题吧？不对，我觉得这不是你真实的目的。还是你了解我。没错，其实我最真实的目的还是宣传，制造新闻。可以这么说。我打算炒作一条北漂房客网给员工送汽车这条新闻，达到以上4点目的：第一，进一步提升核心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第二，激励员工们的干劲；第三，让更多的人才进入到咱们公司；第四，进一步提高我们北漂房客网的知名度。既然花钱，
咱们就要画得有价值、有意义。我相信以上4点足以让我们这次投入变成一次宣传的好机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么做反而会起到反作用。第一，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在同一次宣传，这样的话风险性太大。第二，后果不可预估，过分的炫耀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第三，显得我们土豪气十足，随意性太强，在外人看来缺乏正规企业的正常事业上升通道。第四，容易暴露真实实力，招引其他对手的挤压。这些我都考虑过了，老大，我觉得你说的这4点并不成立。第一，我们这次投入不只是一次宣传推广的活动，我会针对这次活动分不同的阶段安排不同的形式和高潮点，利用网络的影响力反复传播。第二，我觉得这么做并不是奢侈，反而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利用咱们这些成功的北漂现身说法，树立榜样，告诉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一定可以获得成功。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鼓励别人，那也是需要对公司有重大贡献的员工，所以跟正常的上升通道并不冲突，并不矛盾。第四，敌人早晚会发现我们，不管我们做不做这次活动，我相信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你想的还是太理想了。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公司发展还不错，但前景仍然非常不明朗，危机四伏。我们还没到可以用这种近乎于奢侈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步。那这不是奢侈，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咱们下一步的切入点。于鹏岳，你不觉得你现在太浮躁了，沉迷在自己的一点点成绩中无法自拔了吗？我们现在公司老大，我觉得我们之间虽然有争议，还在上升期，我们需要节约每一分钱。不成啊，老大，咱们这样老规矩，按公司的章程决定，投票表决。大鱼不至于啊，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公司的章程决定，没有必要让小雨再给大家念一遍了吧 ？OK， 现在投票开始，我同意这次活动，我反对。我弃权。我支持大鱼。老大。好的。看看这个，我回头打给你啊。好嘞，拜拜。来啊，看看这个，还有这个。看看。最牛网络公司中奖员工汽车，上百网络达人组团请求录用，这标题不错啊。是不是你搞的鬼？这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就猜是你，你能不能别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种方式炒作？一次两次还行，这招用多了，早晚会影响公司的声誉的。怎么会呢？这宣传效果多好啊，不会有问题的。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雇的托被别人发现了，网站会处于多么负面的局面？你放心，从头到尾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哎，你就是这样，我才不放心呢。哎，李腾飞提醒过你多少次了？让你把目光和精力放在公司战略等大方向上，不要轻易插手公司的具体经营。可你呢，每次都对他的建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有没有想过，事无巨细的后果就是让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底层员工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到最后他们就变成只会执行任务的机器了。我这么做是身先士卒，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我的不是了？于鹏岳，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是一个合格的 team leader， 可现在你不仅仅是个 team leader， 你更要是个 manager。管理一个小的团队和一个大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认清这一点。好的，我一定会分清 team leader 跟 manager 之间的区别。给我一点点时间。哎，你每次来除了找我聊工作之外，就不能找我聊点别的？
聊得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啊？我是没办法了，要不你进去找他谈谈。算了吧，一见面准是又吵，懒得再吵了。你说他现在怎么这么刚愎自用啊？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有关于那魔方？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的压力之下，都在不停的转动，一直的改变。比如说他，很快就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了。是啊，感觉咱们每个人都在变，好像只有你啊还是那么纯粹。你好，请问朋友哥哥在不在里面？那儿。这俩人什么情况？我哪知道？要不你抽空问问他。谁让你进来的啊？若雨姐姐他们让我进来的。啊，对，老大，啊，不是说要开会吗？赶紧开会了。那个，泰山，我跟你说，你朋友哥哥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事关咱们公司的根本，我先去开会啊。开会啊？开什么会？我怎么不知道呢？这会还关乎公司的根本。周岩的事儿，你不记着了？他最近这个有些不太对劲儿。那兄弟之间的事不关系着公司的根本啊，对不对？周岩的事儿。行，那泰山，你等一下，我们这会开得很快，你能等到他啊？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啊。走，老大。哎，我说小雨，不必了啊！你干嘛非让他等我呀？你不给我添乱吗？你不是说开会要说周岩的事儿吗？我一个大男人骗人家小姑娘，真不害臊啊！喂，是他一直跟着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就跟着你不跟着别人呢？我看就是你做贼心虚吧。老大，行了，说正事吧。这段时间周岩的确有点反常，每次见到他都感觉心事重重的，而且杨子跟我说，他每天半夜都会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半夜出去，他干啥去啊？杨子跟我说，他每次回来的时候身上都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水味。什么意思啊？周岩在外面有别的女的了？不可能，周岩不是那种人。你怎么这么确定啊？人都是会变的。他就是变成灭霸，他也还是周岩。大鱼，都在呢。哟，高培富，稀客呀，这是来公司上班来了？我当然是有大新闻我才来了。刚才我在早茶店我吃东西录节目呢，你猜我看见谁了？杨子，不会又是翘班去胡吃海塞去了吧？杨子翘班吃东西那叫新闻啊？周岩，而且他还带着个女的，不是子珊啊，是他大学时候女朋友菲菲。我让服务员啊帮我听了几句，你们猜怎么着？菲菲怀孕了，而且孩子是周岩的。高培富，这事儿你别给我开玩笑啊！你能确定吗？我拿我爸发誓。我说什么来着？你们男的一个个刚有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姓啥，恶心！你冲我发什么火啊？我……等等，先别着急打电话。就这种事儿，你们还想瞒着吗？不是瞒着，是这件事儿本身还有疑点。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我说都是真的，我骗你们干嘛呀？不是说你，我是说菲菲。我觉得菲菲也有问题，之前骗周岩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次指不定又耍出什么新点来。哎，你干嘛去啊？与其在这猜来猜去，还不如直接去找周岩。哎，他还没回来呢。那我去办公室等他，反正我今天一定要逮着他。完了，疯了这是。郑总好，徐总好。
你们这是？周岩，我问你，咱们是兄弟吗？是啊。既然是兄弟，你遇到什么难处就跟我们说，我们来帮你解决，行吗？行啊。说吧。我没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什么没什么？一看这表情就有事儿。直说吧，你跟菲菲到底怎么回事？小月，别着急啊。你们都知道了？你就告诉我，菲菲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不是那个本来，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你有什么你就说，你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话呀！别着急，慢慢说，把事情经过我给大家讲一遍。你看看你，看看你上个月的业绩，好意思来公司吗？你应该引咎辞职。朋友哥哥，哎，朋友哥哥，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周岩哥啊，办了个糊涂事儿，我正帮他想办法。他干什么啦？哎，说了你也管不了。说说你吧，什么事儿啊？非得见我当面说？我这不是毕业了吗？我要工作。工作？哟，工作好呀。日本那么多好企业，想好去哪家了没有？我要回国工作。回国工作？啊，国内也不错。哎，对了，有一家什么招聘网站还不错，你去看一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我知道啊，找工作直接和老板谈。我现在就是在直接和老板谈呀。我要来你们公司工作。你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小郭台，你没事儿吧？你不愿意啊？也不知道是谁刚帮你们公司接了个大单。不是，台真，你听我说啊，你前途一片光明，你去哪儿不好，你来我们这个小创意公司多没劲啊！只有在这儿才能见到我的朋友哥哥呀。得，就认准我这张脸了。我可是接到叔叔阿姨的授权的，他们说了，只有来这儿才能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你，才能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我。又是他们俩，我真服了，我这真是乱死了都。所以我才要来帮你啊！我们夫妻携手，共同进步，好不好？哎，打住！什么夫妻携手？我跟你说啊，你来我公司可以，话不能乱说。好的，小鹏鹏。Hello， 何总监。Hello。来，我们在那边啊。Hello。来了。来了，哎，你们一会儿来我们这儿喝两杯。哎，就这儿，到了啊。周岩那天晚上就在这儿跟菲菲见的面。啊，我在想这儿的酒是不是有问题？周岩说喝了1杯就倒下了。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估计啊，最多也就是假酒，放没放东西不好说。能放什么呀？那我哪知道啊？高公子，高公子，好久没在酒吧看到你了。忙，最近忙。看来是常客啊。年少轻狂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是，高公子，哎，你真棒，真棒！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漂房客网掌门人 ，F1 公司董事长于鹏岳，于总。啊，不是。哎，来，坐这儿喝一杯。哎，肚子不舒服啊，这2天啊试吃了10几家餐厅，我这胃里啊翻江倒海。我上厕所啊，你在这儿喝啊。哎，你们一块儿喝啊。待会儿回来，不是你快点回来，待会儿回来。
李总，你好。你们网站现在还招人吗？啊，你要去啊？我当然想去了。你们现在还送汽车吗？我也想要。谢谢你啊，今天陪我过来。客气什么，朋友嘛。主要是你一个人来这种地方，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总觉得周岩他可能没说谎，也许真的是菲菲在酒里下了什么手脚，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万一有人那天看见他们了呢？为了此山，你还是挺拼的。没办法，谁让我就这一个闺蜜呢？哎，对了，你怎么没叫于鹏约一起过来？她那个青梅竹马天天在门口守着，多跟她说一句话就要抢她老公是。哎呦，今天我美女，不是啊？哎呀，哎，唐飞，啊，你去吧台那边问一下吧，我去那边，咱们俩分开行吗？行，你小心点啊。干杯！你们经常来这玩吗？是啊。哦，那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啊？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你们见过吗？你好。你们这儿有一个叫菲菲的女孩，经常来玩吧？好像在哪儿见到过。是吗？你好好想想。我前段时间呢，跟一个特别呆萌的一个男孩在一起，有没有印象？于总，你吃个水果我就告诉你。我自己来。不行，得我喂你才算。张嘴。再吃一个。可以。于总，你怎么在这儿？这个小姐姐是谁呀？让我们介绍呀。啊？不是，小雨，哎，别走啊！不是你看到的并非是你看到的，你听我跟你讲。小雨，哎，听我说，小雨，老大，你怎么在这儿？上午管不上你。小雨，你听我跟你解释。于鹏月，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有，我来真的是为了周岩。你听我跟你说，慢慢跟你说。这两个女孩是高培富叫来的，后来高培富不要，是给我了。我们仨在一块儿，什么？我们仨没在一块儿，就是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没错，你确实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啊！我拉的你怎么的？哎，大鱼，刚才那不小雨吗？什么小雨啊？这回是暴风雨。暴风雨。
算回来了，事情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别一上来就动手动脚的呀！你怎么知道我跟小雨的？小雨，我真的在乎你，求你别再生我的气了。我为什么要生你气啊？只要你帮我把单买了，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喜欢，我什么都买给你。没看出来，还是个土豪啊！做什么生意的？你看我做什么都不记着啊。那我有名片。北漂房客网董事长，我就是通过你们网站租的房。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宰你了。你帮我把单买了，我送你回家吧。还没睡啊你？哦，累死我了。不对，你怎么哭了你？没有啊，我就是自己待一会儿。不对，你到底怎么了你？紫莎，啊？我跟你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相信男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不是，你又怎么？是不是谁招惹你了？是不是大鱼？哎，你别跟我提他行不行？你看你，嘴巴上说不提，你心里想着呢。我现在我就想掐死他！你知不知道我看见他在酒吧里跟……你们俩去酒吧干嘛？你不是最讨厌去那种地方了？就一点工作上的事情。那他在酒吧干嘛了？反正没干什么好事。单都买完了。买完了，那我们就走吧。走吧。当年我最讨厌我爸天天泡在那种地方的，他也一样。若雨，你对这个事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我亲眼看见的。子珊，我跟你说，人都是会变的，千万不能太相信他们，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周岩。你看你说就说呗，你扯周岩干嘛呀？哎呀，好，说大鱼，说大鱼。那他跟你解释了没有？他想解释，可我不想听了。哎，王若雨，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他有没有跟你解释？他说什么？就算他做了什么让你不爽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是他老婆还是他女朋友啊？你俩现在撑死了也就是一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连互相表白都没有，凭什么管对方干了什么呀？还有你啊，一天到晚说什么3不1没有，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相信男人，对感情没有兴趣，你成天这样，大鱼怎么会知道你喜欢他？谁喜欢他了？好，你就这么给我端着吧你。好不容易有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啊，你还非得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你成天臭着个脸给谁看？你才臭脸！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打一个比方嘛。你看嘛，你每天拒人一副千里之外的样子啊，人家在你这碰壁了，去找别的姑娘了，你是又生闷气又吃醋的。大鱼去相亲第一回，太真来了又是一回。陆羽啊，你再这样下去，你喜欢的男人啊，早晚得跟别的女人跑了。车，钥匙，我的天哪！我开不了了，得找代驾。哎呀，代驾呢？代什么驾？那我该怎么办呀？当然是直面人生了，该相处相处，该表白表白，该听解释听解释，你该原谅就原谅，该把他甩就把他甩了。做人嘛，你痛快点啊！嘴上说的倒是轻点儿，万一周岩出问题，我看你怎么办。周岩是不会出问题的，他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在这个方面绝对不会犯错误。我看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也得小心点，知道吗？行，我知道了。我们现在不说周岩，
我们赶紧啊给大鱼打个电话，你好好让大鱼跟你解释解释。我跟你说，他要是撒谎，我在旁边听着，我一准能听出来。哎呀，你赶紧给他打你！长得可真帅呀！原来他说的小雨是你啊！让你抢老娘生意。喂，他已经睡了，要不让他明天打给你啊？喂，喂喂喂，谁来的电话？啊，管他谁呢，我不认识。是谁啊？